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小蔬果，特别开心今天又能在屏幕前和大家相聚，一同探索生活中的奇妙小妙招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实用的小知识，那就是把白醋倒在淋浴喷头上。这个看似简单的举动，实则有着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，能够解决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大难题。然而，很多朋友还不清楚它究竟有什么用处。没关系，等大家看完今天的视频，就赶紧在家试试吧，相信一定会让你惊喜不已。此刻我手上拿着的这个物件，想必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。它既被叫做淋浴喷头，也有人称它为花洒。回想一下，刚把花洒买回来的时候，它的表现堪称完美，洒水均匀的很，出水也是无比流畅，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舒适的淋浴体验。可遗憾的是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当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就会无奈的发现，淋浴喷头上出现了许多白白的物质，这些就是水垢啦。这些水垢不仅看着特别影响美观，让原本崭新漂亮的花洒变得脏兮兮的，而且更糟糕的是，时间一长，它还会无情的堵塞我们花洒的出水孔。大家看，花洒上面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孔，就是出水孔了。一旦出水孔被水垢堵塞，花洒内部的水就没办法顺利流出，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？在我们洗澡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花洒出水不流畅的情况，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完全堵塞不出水，有时候还会出现水乱喷的状况，喷的到处都是，好好的洗澡过程变得一团糟，实在是让人烦恼不已。面对花洒变成这副糟糕模样，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选择把它扔掉，然后去重新购买一个新的。但大家有没有仔细算过这笔账呢？买一个花洒，就算是那种价格比较便宜的，至少也得好几十块钱呢。要是隔一段时间，就因为花洒被水垢堵塞，出水不好就扔掉换个新的，长期下来，这得是一笔多大的开销呀，实在是太浪费了。别担心，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传授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，让大家轻轻松松就能解决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。只需简单几分钟，就能让花洒重新恢复如新，就像刚买回来时那样，出水流畅，没有任何水垢的烦恼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具体的操作步骤吧。首先，我们要把淋浴喷头从水管上取下来。将喷头取下来之后，把它放入一个稍大一点的脸盆当中，方便我们后续进行清理操作。接下来，我们需要准备一包食用小苏打。小苏打可是我们这次清理水垢的得力助手哦，它有着神奇的功效。我们把小苏打均匀的撒在喷头上，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多撒上一些小苏打，这样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。撒好小苏打之后，我们要用手把小苏打均匀的涂抹在喷口上。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用小苏打来清理水垢吗？这是因为小苏打是碱性的，而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由碳酸镁或者碳酸钙等难溶解的盐组成。碱性的小苏打能够与这些水垢发生化学反应，从而起到更换掉这些水垢的作用。当然啦，光有小苏打还不够，这里还少不了我们的另一位清洁大将白醋。白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，当我们把白醋倒在已经撒好小苏打的喷头上时，会发生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，那就是会产生大量的气泡。这些气泡可不是普通的气泡哦，它们能够起到加速溶解水垢的效果呢。倒上白醋之后，我们先不要着急进行下一步操作，而是让它们在喷头上静静的溶解5分钟。在这5分钟里，白醋还能发挥它软化水垢的功效，让原本顽固的水垢变得脆弱起来，更容易被清理掉。5分钟过去了，接下来我们就用手在喷头上搓一搓。在搓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惊奇的发现，有的水垢已经开始脱落了。不过，大家可别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哦，仅仅只是这样，是远远不能够把水垢清理得很干净的。所以，我们还需要进行下一步操作，那就是在盆中加入大量的水。这里要提醒大家，尽量使用温水哦，温水能够更好的促进化学反应的进行，让清理效果更出色。而且，水一定要将喷头给完全淹没住，只有这样，才可以将喷头很好的浸泡在水中，
确保每一个部位都能得到充分的清洁。但有些朋友可能会发现，像这种塑料材质的喷头，它的密度比较低，放在水里会浮起来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我们可以尽量多加入一些水，然后再把喷头翻过来，让喷头上出水的小孔全部浸泡在水中。一般来说，大约浸泡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大家可能会好奇，用白醋来浸泡淋浴头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其实呀，这是因为白醋具有化解和软化污垢的功效。把淋浴头浸泡在白醋里，就可以充分利用白醋的这些功效，将淋浴头内部累积的水垢化解掉。一旦水垢被化解了，淋浴头的水量自然就会变大，出水也会恢复到原本流畅的状态了。浸泡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把淋浴喷头从水中拿出来看一看，哇，是不是发现上面已经变得干净了许多呢？不过，有可能还有一些小孔，还是会有一点堵塞的情况。这也不用担心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步来确保清理的万无一失。没错，这最后一步就是在花洒上面撒上一些食盐。食盐可不仅仅只有调味的作用哦，它还具有杀毒消菌和清洁的功能。而且食盐是一粒一粒的，它的磨砂性特别强，我们用它来清洗花洒的表面，可以把表面那些比较顽固的水垢给刷洗掉。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在刷洗的时候，我们用一个废旧牙刷来刷就可以了，可千万不要用钢丝球哦，因为钢丝球的质地比较硬，如果用钢丝球来刷洗花洒，会把我们的喷头表面刷得很花，那样花洒看起来就一点都不美观了。我们就用废旧牙刷，仔细的将喷头的每一个部位都刷洗上一遍。在刷洗的过程中，大家会发现，食盐在水的作用下慢慢的融化掉了。等刷洗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把喷头放入水中，再次用牙刷来清洗，把残留在花洒上的食盐和污垢都清洗掉。最后，我们将沐浴喷头从水中捞出，再次用清水淋一下。这一步主要是把食盐颗粒的残留给彻底洗掉。像这样操作完之后，我们的花洒就已经干干净净的了，上面一点水渍都没有。这时候，我们可以用毛巾或纸巾把花洒上面的水分擦一擦。擦干之后，大家可能会发现，有些喷孔里面还有一点点水渍残留，因为它们在小孔里面不太容易清理。这时候，我们只需要一根牙签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了。我们用牙签轻轻的在小孔里面转一转，那些软化后的水垢就很轻松的被去掉了，喷头也就完全清洁干净了。现在让我们来检验一下成果吧。我们把清洁好的花洒重新安装回水管上，打开水龙头，看看它的出水情况。哇，出水非常流畅，每一个水孔都可以顺畅的出水啦，是不是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呢？这个清理花洒水垢的方法还不错吧？如果以后你家也遇上了花洒被水垢堵塞的这种情况，就赶紧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吧。可千万不要再怀疑是家里面的水压不够，或者是盲目的花钱去买一个新的花洒了。另外，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的话，盆子里剩的小苏打白醋溶液可不要浪费了哦，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清理其他地方的水垢呢。比如说，看一看我们的肥皂盒，很多时候肥皂盒用久了也会变得非常脏，上面出现许多水垢。这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溶液来刷一刷，洗一洗。在刷洗的时候，每一个地方都要刷到哦。刷洗完成之后，接着用温水冲洗干净，再用毛巾擦干水分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会惊喜的发现，原本脏兮兮的香皂盒已经变得焕然一新了，上面的水垢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其实呀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用白醋和小苏打清理水垢的方法，不仅可以去除花洒上面的水垢，像我们家里水龙头上面的水垢，同样也可以轻轻松松的去除掉。大家不妨都在家试一试，看看效果是不是非常好呢？好啦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全部分享完了。希望今天的这个生活小妙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，让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小困扰都能迎刃而解。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，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一定要点赞、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哦。
说不定您的一次分享就能让身边的朋友也摆脱水垢的烦恼呢。同时，我也非常期待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您的看法和经验，也许您还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。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，让我们一起在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美好和智慧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，更加舒适。要是您还想观看更多有趣又实用的生活技巧视频，千万别忘记点击我的视频头像啊！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各样不同的精彩视频，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不管是家居清洁、美食制作，还是小物件的巧妙使用，都有详细的介绍和讲解。希望我的视频能成为您生活中的得力小助手，为您的生活增添更多的欢乐和便利。最后，再次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期待我们下期再见啦！祝愿大家生活愉快，每天都能有新的收获和惊喜哦！